我是李恩珠，我是来自韩国。新加坡很陌生的国家，只是学到新加坡的树长得很直。我希望用教育的方式回馈这个让我成长的地方。我在这个新加坡的大船里面，可能做一个小小的螺丝啦。我的责任就是这个吧。在新加坡的一所小学里，有一位特别的华文老师，他来自韩国，却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你好，你好，第一次见面，不用这么客气 ，Please be seated。所以你们是在干嘛？我们现在闲聊啊，这是一个下课后的，是的，是有个活动吗？I can hear your laughter。我都很快乐。This is the way we behave. We are all teachers. Every day we laugh around the school. I see。我可以介绍给你吗？好，这位是我的长辈，又是受人最尊敬的老师。还有呢，最重要的，早上我还没有到，他的食物先到我的桌上。When they're happy, I'm happy. How do you find Enju? I find her very creative and very appreciative of the school, and she puts in 120% to help the children to enhance their learning. She just comes with a smile, and then you know your heart just melts. 他教导学生的时候非常有耐心，从不对学生发脾气啊。他常常会关怀其他的同事，好像有时候他看见我有一点疲倦，他都会过来慰问，然后就会帮我按摩。你看你同事都做得很好的。不好意思，真的。She is our school's gem. 我们的宝。Must be Margaret. 这是我的办公室，自己看一下，看一看。很多手工，是，这都是你教学生的例子，说经常都会教学生做手工，比较多让你看一看。多小6的计划生，就还没有完成的，正在我们目前做，这是为了国庆节做的。他们可能自己就画一个瓶盖，对，然后他收集了就把它贴上去，然后小的先贴在一起，就好像白纱布这样的效果。所以其他部分工作还包括什么？主要是代课，华文代课，还有小5、小6基础华文学生们的，就是陪他们做这些事情，挺有趣的。那几幅画也是我挂上去的。我们学习关于新加坡的地标。对，我也是同时学到很多东西，边教边学习，因为对我来也是一种陌生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跟他们一起学的。平时是几点到学校的？我大概7点出就到学校7点半就有升旗礼。我也参加，刚来的新加坡的时候很陌生，也听不懂。那么1次2次1年2年听多了，唱多了就感情了。就每天唱国歌。是，这念新乐也是挺特别的。对。所以10年前你是来这里当一个代课华文老师，对，是。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呢？这个很偶然的情况下，有一个人说，你也可以试试看的。我也问过 MOE 像我这样的情况没有教育背景的，要怎么当老师的？那他那边的人说，那你先申请代课试试看。那我就用这样的方法申请那么教育部批准。那么过后我中华小学叫我，他们需要的是照顾特殊儿童的老师。那一天开始我就照顾特殊儿童。那什么时候才开始代课华文节？其实那个是很偶然的。有一位华文老师生病，就让我试一下1个礼拜2个礼拜，可以。那么后来华文部的主任知道，这个
这个云可以教华文了。那个时候小朋友，友会觉得韩国人教华文很其奇怪吗。实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韩国人，是哈，对我也不是刻意去告诉他们。那么有一天我记得哪一班，那有一个学生说안녕하세요，只用这样的方法跟我打招呼。那么他说，你是韩国人吗？开始陆陆续续知道了，几个学生知道了。那么我知道以前校长曾经想过把你转正成为正式老师，是那后来因为年龄的关系是就不成功，所以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？失落，比失望还要多一点失落感，因为他既然机会来了，为什么这样的就走了呢？可是过了还是坚持下去，一教就教了10年。我没有后悔，而且也没有现在觉得那个是过去了。对，至今你觉得那个整体的生活怎么样呢？还是很满意的。我在学校跟学生一起生活、长大、学习这个方面呢，我有别人没有的，所以我很感恩的。是你很正面的去看待每一件事，也心怀感恩的去对待每一件任务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福分。谢谢。2个大豆干。这个好吃吗？给我一包葱。Hello， 文珠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已经买很多菜了。周末的时候就过来买东西对，然后我看这个巴沙很多人，很热闹的对，所以平时买菜都会来到这个巴沙。多数是来这边买菜，选择也比较多，价钱也比较好，而且那位老板娘挺好的，对哦。对，还有呢，可以体会到这边的人们的气息来，生活有活力的地方，对，你比较喜欢。安迪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当你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会不会不习惯这里的食材呢？当然不习惯，不习惯，对，不习惯。而且他们的煮法方面，对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，跟韩国的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的。所以你怎么学习煮新加坡的菜式呢？我家婆亲手带我教怎么煮饭煮这边的菜色，她是我的老师了。现在也其实还是在学习当中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有失败很多次，让我孩子们还有让我先生尝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外面的味道不是这样，为什么有韩国的味道，也有加上新加坡的味道？所以我可能也是不知不觉当中把有些2种煮法融合起来，都融合在一起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肚子都饿了。要不请你到我家来尝一尝我家的几道菜好不好？好啊，好的。绿意盎然。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啦！你好，欢迎我来大家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，非常多的书一进来就感到又有绿意盎然的，这些都是你的兴趣吗？是的，也就是喜欢看看书，弄弄花草咯。所以现在主要是从事哪一行呢？我自己有一个小出版社但是半退休的状态啦，所以做的也不多，平时就是看书啦，就写东西。那我先进去准备点食物，你们继续聊好吗？好啊，对，好的。那里有很多旧照片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哇哦，这是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对吧？对。这是恩珠吗？这是恩珠，恩珠也很少它也是小的，你看都折得这样。这张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校园拍的，好像可能也是唯一的了。然后这是我的大女儿个2、3岁吧。所以在那个年代跟韩国女生结婚是比较少有的事情吗？对，其实今天也不算多。就完全为了你而来到新加坡。当时是怎么决定说要定居新加坡还是韩国的？定居在新加坡，这个是毫无疑义的。就我来说，我是丈夫嘛，必须承担起这个家庭的主要的责任。当时他的父母应该有过很多考虑，那么他的父亲曾经也鼓励过他啦，跟他说如果你学另外一种语文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生活，就好像一个人拥有2个人生。
能这样的去讲述的时候，他父亲应该是接受了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本地的蚝煎，这是酱牛肉，这是芋头糕。是蚝煎肯定是本地蚝煎，这个芋头糕也是，然后这个酱牛肉比较特别一点，我比较少看到。中国也有中国的风味吧，但是韩国也有有点相似的，但是煮法有点不一样。好，那我马上来试一试。好，非常东北的那个口味，其实也试一试啊。是好的，好，试一下这你个。看我用铁筷子，这就是文化的那个差异。一个餐桌上有不同文化的存在的。哎，这个好吃，不知道好吃。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多久的时间学会就是本地的烹调法？不能够说多长时间来煮，现在我还在学呀，还在，主要是在家里吃3餐，所以呢，我要每一餐都要做好嘛。很好吃啊，那你完全尝尝不会硬，就是非常的软，对对也不会特别的水。其实他不是说对主食特别的有兴趣而去学，不是这样，主要是要应付3餐。因为错的没有错，他是不是一个对食物比较挑剔的人？有要求吧？有要求。不能说挑剔，我其实什么都吃嘛，但是有要求但是我当然，如果家里有人会煮呢，所以这些成又健康，这样。所以它是你一个最大的动力。好，我继续吃。觉得韩国太太对就是丈夫的照顾是不是也比一般本地人做的更多？我想是的啦，但是我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我一直在贬值啊，就是刚刚孩子不出来的时候我是中心，孩子出来的时候就这个重心就转到孩子去，所以这第2个孩子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排在第3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排在第3了。所以结婚初期，我知道你刚才说就是那个担子很重嘛。那时候是不是听说你们有做一个，例如说把就是韩国来的学生寄宿在你们家里？对，不懂是怎么介绍的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他们直接联络到我，因为我是本地家庭的一个韩国妇女，是他们的家长认为说，如果不明白的话，用韩语可以沟通，在家里也可以学华语。在学校也可以学英语，哇，那真的是不错。他们的选择是这样，所以当时我记得这个房间嘛，是吧？对，就给了一个房间。结果没想到，做了这个过后呢，就可能他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另外一些韩国家庭过来联系。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房间，所以那时候怎么处理？我们就在隔壁那边租一个单位。我这边呢就租出去，而且也去注册了一个专门做 homestay 的公司。所以最高纪录同时照顾多少位学生？超过10个啊，超过10个。对。那你主要做些什么呢？主要负责煮吃，洗，打理他们的房间。除了那个以外，还要教他们华语。哦，对，那很多服务很多。对。所以那个时候不会因此而忽略到自己女儿吗？有啊，有。那时候忽略到她的感情。那个时候她不懂得怎么表达，但是她的行为上，还有呢，在学校在跟同学之间有一点闹毛病，所以呢，因为用这样的行为来给她激励。这个就是代价。所以因为小孩子嘛，还觉得为什么妈妈更多去照顾其他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第2个女儿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停。所以就是她的性格上可能在学校有一些问题。那我们也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样，而且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她。可是后来终于知道。是。前几天我大女儿跟我谈心的时候说出来，说妈妈，我那时候偷了一个同学的最漂亮的日记本。我问他为什么你偷了呢？你也可以买呀。他说莫名其妙的他想要偷，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不满。
在家里也是经常一个人单独玩啊，会看书。我以为是他喜欢看书，他的确喜欢看书，像他爸爸一样。但是那时候的表现不是喜欢来看书，因为没有人陪他，是一种抗议，是一种抗议，对，无言的抗议啊。所以这个安排停止之后，关系有慢慢的改善。停止了，跟我们回到这个屋子里来，因为我大女儿说她很想回到旧家，所以我们回来。那刚好那个时候是5年级，然后陪她，常常陪她，是慢慢好好转起来。对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念华文？我就是喜欢那个华文字。说实话，韩语里面也有很多汉字的，那么你能够读得懂，更加会了解那里面的含义了。第二呢，还可以为我自己的未来跟谋生。所以大学本科念了中文，对，然后后来还到了中国山东大学修硕士课程。是的。那在怎么样情况下认识你先生的呢？我先生其实在女儿学生楼里面是大家都叫他洪老师。哇，他讲了这么流利的华语啊，哇，所以我拜他为师。所以先跟他学中文，对，他帮我考听写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们就慢慢培养起感情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有想过，你们如果真的在一起结婚后，是需要到新加坡定居的吗？是，我对我母亲说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我父亲没有反对，我一向来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个有尽责的女儿啦，我觉得尽责而且也独立是，所以他们不反对。听说你会陶笛，对不对？是，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疫情的时候，那时候学校被关闭了，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，我觉得不要一直这样待在家里。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，那么到现在我学了到5年多吧。那要不要吹奏一下？可以。这样的是的。除了陶笛之外，你还学了另外一个乐器，葫芦丝，对，是刚刚学的。去年8月开始，我给你看嘛，要不好好的。哇，我有2把，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。从这些不同的乐器看出你非常的好学。应该是机会吧，对我来讲。机会来的难得，有心就要去学，有机会就去学，也不要怕自己年纪大。是。所以这些年累积下来，新加坡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在韩国出生的嘛，所以韩国是生我的国家，还有呢，就是培养我的国家啦。对，念到大学，是，然后父母也养育你，是培养我的国家。那么新加坡呢，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30年了。新加坡呢是让我成长的母亲，所以在怀有感恩的心的前提下，你觉得你对新加坡做出的贡献是什么？第一个贡献可能是我带来了2个孩子吧，2个公民。还有另外一个贡献是带来了不同的文化。我是小人物，不过是平庸的人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是贡献这2个字。说实话，其实每个小人物都有贡献，对社会都有贡献。我只是把这个24个小时不浪费，就是诚诚恳恳的做人，这个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吧，我这样想。对，李恩珠的故事让我看到，一个决定，一个选择，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而且更难的是，在做出选择之后，需要坚持到底。李恩珠决定从韩国来到新加坡，融入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是她没有放弃，而且她发挥所长，并且克服文化的差异，通过教育，用爱、用时间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并且贡献社会，然后在这里扎根。